大家好，好久不见，欢迎来到与你看赛事。转眼间，距离这个备受世界最瞩目的运动赛事巴黎奥运仅剩不到2个星期。许多选手为了这项世界最高等级的体育赛事，10年磨一剑，不断的努力，就为了争取一个能够代表国家参与奥运赛事的机会。所以，我们今天要来密切关注的，就是4年一度的2024巴黎奥运会。2024年的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浪漫之都法国巴黎举行。夏天的巴黎在不被热浪袭击的情况下，会是非常凉爽的，气温会介于18到26度之间，所以这也是巴黎奥运选手村没有冷气装置的其中一个原因。巴黎奥运的羽毛球比赛将会在巴黎市的拉夏贝尔门体育馆举行，它也是今年法国公开赛的比赛场馆。拉夏贝尔门体育馆是一座环保型场馆，建成后将成为巴黎北部文化体育中心，举办各种文化和体育活动。这个场馆相当宽敞，可以容纳4个场地，拥有8000个座位。场馆内的灯光氛围也相当不错。本届奥运会的羽毛球赛事将从7月27日一直进行到8月5日。奥运赛是属于最高级别的赛事，虽然不设有奖金，但是能够站在世界最高的颁奖台上，各个国家也必定会颁发给获奖球员丰厚的奖金。事不宜迟，我们马上来看看许多球迷期待的奥运签表吧。在混双方面，参赛的共有16对组合，被分配在4组进行小组赛。被列为前4种子的有郑思维、黄雅琼、冯彦哲、黄东萍、徐承宰、蔡佑丁、渡边勇大、东野有沙。他们被个别分配在不同的小组。从小组抽签的情况来看，2组和 C 组有些看头，尤其是 C 组，算是混双项目里的死亡之组吧。东渡、叶红卫、李嘉欣、邓谢，丹麦的马斯埃斯、Alexandra 实力都相当平均。上一届的东京奥运铜牌战更会在小组赛上就上演。你们觉得最后会出现的2对组合会是谁呢？在 A 组，雅思组合出现应该不成问题，另一对出现的组合应该会在韩国和法国组合之间诞生。B 组的话，大几率会是徐赛和大个 Power Sub 会出现。而在 D 组，照着近期的状态来看，凤凰组合或大马的陈堂杰、杜一卫应该会出现。小组赛后将会重新抽签才进行8强赛。上一届的混双决赛是一场竞争非常激烈的同胞之战，当时的最大热门，世界第1的雅思组合和世界第2的黄鸭组合激战3局。黄鸭组合率先来到赛点后，虽然被雅思挽救了2个赛点，不过最后顶着了压力，以21比19惊险的拿下了决胜局。铜牌则是由渡边东野拿下。在3年后的巴黎奥运，你们觉得黄东萍会否携手师弟拿下卫冕冠军呢？而雅思组合在3年后依然是世界第1，也是这次的大热门。他们的全满贯拼图只缺奥运这一块，他们这次是否能称心如意呢？记得在留言区写下你们的冠军预测，有机会赢取巴黎奥运周边商品哦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女双项目。被列为前4种子的有陈清晨、贾一凡、白河娜李绍熙、刘胜书谭宁以及松山奈未之田千阳。看到这个抽签，不禁让人倒抽一口气。A 组简直是超级死亡之组，樊晨、松永、乐蒂组合以及印尼的罗哈尤 Ramadanti 都是实力坚强的顶尖组合，通通被分配在一起厮杀，真的是太让粉丝们揪心了。相信在小组赛中 ，A 组将会是场场紧张，纷纷精彩。你们觉得在 A 组最后能够晋级8强的2队会是谁呢？而相比之下，B 组基本是毫无悬念，被幸运之神眷顾的刘坛可以说是躺着进8强吧。在 C 组方面，大几率会是松山智田和金孔出现，而在 D 组，李白组合也算是能够轻松过关。另一支晋级8强的组合应该会是泰国的张科欧芬若温达。上一届的女双决赛应该是许多人始料未及的，非种子的印尼组合 Pali Roha 又一路过关斩将杀到了决赛，硬碰中国的陈清晨、贾一凡，最后更是以2局战胜樊晨组合，为印尼拿下首枚女双奖牌，更缔造了历史，成为奥运史上首对非种子的女双冠军组合。Pali Roha 又既开心又激动的痛哭流涕，也让许多球迷为之动容。女双铜牌则是由金昭印、孔熙龙拿下。3年后的巴黎奥运，Pali 也已经退役，Roha 又携手师妹征战，却被困在了死亡之组。你觉得他有可能卫冕吗？还是今年会再有非种子大爆冷拿下冠军的情况呢？在男双方面，共17对组合参加，照理说应该是16对男双。同一个代表队在双打项目中要想获得2个满额参赛名额，必须2组球员都排在奥运积分的前8。不过由于世界羽联自身的失误，导致2023年苏迪曼杯团体赛积分计算错误，法国的 Lucas Colby、Roland Labar 被扣除了积分，这使得波波夫兄弟排名超越了他们，并获得了奥运门票。不过随后他们选择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，经过国际体育仲裁法庭裁定 Colby Labar 以获得外卡的方式作为第2队法国男双组合参赛。原本按照他们的排名，法国队是没有资格获得2个男双参赛名额的，所以小组赛从原本16队参赛变成17队，而4个小组中将会有1个小组是由5个组合组成，这意味着在这个小组的组合必须多打1场比赛。
这也让许多粉丝和各国男双感到不满。地主就是这个倒霉之主，不止倒霉，还是个终极版的死亡之主。而 Strobe Rasmussen、刘欧、林洋、宝木小林都全被挤在了这一组，他们应该很想集体报警吧？最惨的就是丹麦组合了，拼死拼活的争取到了第2种子，一点好处也没有，还得打4场比赛，然后又再拼死拼活的争取出线。这组的比赛场场都会非常精彩，赛果肯定是最难预测了。在实力这么平均的组合中，你们觉得最后可以出现的会是哪2组呢？另外，我们可以看到 A 组方面可以报到8强的应该会是梁王和上一届的铜牌得主谢淑组合，焦点应该会在他们的正负盟主之争吧。而 B 组的江敏赫、徐承宰应该是晚上睡觉都还在偷笑吧，简直毫无悬念的进8强。至于另一组会出现的组合，应该会是泰国组合吧。C 组也没太大悬念，没有意外的话，报到8强的会是印度双塔和印尼双 A。在上一届的男双赛事中，林洋配从小组赛首战就吞败，一路越打越顺，闯入决赛后击败了中国双塔，成为了奥运羽球男双史上首对非种子金牌组合。今年的他们和上一届银牌得主刘玉成都被分配到了死亡之组。你们觉得林洋配能否再创奇迹呢？在女单方面，总共有39位选手参赛，被分为3人一组，总共13组，每组都有1位种子选手。这次的种子选手包括安喜莹、陈雨菲、戴资颖、马琳、山口茜、何冰娇、东中、大哭彩、张贝文、辛度、卡瑟冯、金佳恩以及杨嘉敏。安喜莹和陈雨菲分别在上下半区，同为女单 Big Four 的山口茜和戴资颖都被分配在和安喜莹同区。而最令粉丝们感到揪心的是，泰国的 Rasenok 竟然偏偏被抽到跟小戴同一组，对粉丝来说真的是太残忍了。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上一届2位选手全力厮杀，拼到最后一刻的那场8强苦战，小戴和小拉展示了各种极限救球、永不放弃的体育精神。这一次却在小组赛就碰上了，对双方来说都会是一场硬战。小拉近年来的状态不是太好，小戴机会会稍微高一些。如果小戴顺利晋级，16强赛会经历轮空，少打一场直接进8强。不过8强应该会碰上印尼的东中，如果顺利晋级到半决赛，还得碰上安喜莹或山口茜。而在下半区方面，马琳应该会在16强赛碰上张贝文，顺利晋级的话，将会在8强赛碰上杨嘉敏或大哭彩。大哭彩和马琳的对战记录是1胜1负，不过马琳在大赛方面的经验丰富，获胜的几率会高一些，挺进半决赛应该不成问题。而陈雨菲或许在8强赛将和何冰娇上演内战，势必会非常精彩。陈雨菲顺利晋级的话，应该会在半决赛迎战马琳。上一届的奥运女单决赛绝对是史诗级的一场。小戴和陈雨菲经历3局的激战，在决胜局，小戴从3比10努力的追到14比15，最后依然抵不过自己的失误，最终以18比21、21比19、18比21败给了当时23岁的陈雨菲。在颁奖台上的小戴神情落寞，也让许多球迷感到很不舍。女单铜牌则是由印度的辛度夺得。这一届奥运将会是小戴的最后一届奥运，你们觉得30岁的他能够突破自己，实现自己的金牌梦吗？还是可怕的马琳会强势拿下她第2面奥运女单金牌呢？最后的男单赛事方面，总共有41位选手参赛，所以在13组之中会有2组出现4位选手的情况。这次的种子选手包括石宇奇、安赛龙、张仁成、Christie、安汤森、奈良冈功大、李思峰、李子嘉、康乐维、金靖、骆建佑、西本全太、周天成以及潘威。首先，让我们来看看上半区。石宇奇身为第1种子，所以被分配在上半区，签运可以说是很好，轻轻松松进8强后，大几率将迎战泰国的康乐维。以石宇奇的近况来说，晋级半决赛没有问题。地主有西本全太和加拿大的杨灿，这个也许会有些看头。而在这一个区块，我觉得竞争会相当激烈。李子嘉应该会在16强赛对战印尼的金廷。虽然李子嘉对金廷的对战记录是1胜5负，不过他们上一次交手已经是2年前的事了，而且近期李子嘉的状态还不错，相信是有机会战胜金廷的。不过在8强赛就是一场硬仗了。对阵恩汤森应该是5-5开，他们之间的胜者应该会在半决赛对战石宇奇。在下半区方面，我觉得最艰难也是最有悬念的就是 I、J、K、L 这一区了。小天的签运跟小戴一样不太好，首圈就和香港的李卓耀同组，相信会是一场顶尖的首圈对决。不过最悲惨的莫过于招认成 Christie 了，身为3号种子，不仅一点好处也没有，反而连晋级16强都是困难重重。除了要面对强敌 Lakshya Sen 之外，招认成还得打上3场比赛，而且也没办法像3位种子选手那样人空直接晋级8强。招认成应该心想自己怎么会那么苦命。不过如果他熬得过这关，我相信晋级半决赛对他来说应该没有问题。而最后在这个小区会看到骆建佑继2个月前的新加坡公开赛后再度和李思峰对决，你们觉得他能复仇成功吗？而他们之间的胜者将迎战魔王安赛龙。
上一届的奥运男单决赛是一场双龙对决，那是成龙最后一次的奥运会。状态火热的安赛龙最后以2局拿下了里约奥运冠军，成龙非常激动，大哭得像个小孩一样。不过成龙参加了3次奥运，也刚好集齐了3个不同颜色的奥运奖牌，这是没什么遗憾了。你们觉得这一次安赛龙能够卫冕吗？还是夺冠的会是大热门石宇奇或是其他选手？请在留言区进行你们的大胆预测。猜中的朋友们有机会赢取巴黎奥运周边商品哦。如果全部项目都猜中的话，还会有一个特别奖。最后，也祝愿所有选手都能发挥出最好的自己，不留遗憾。这一期的与你看赛事就到这里，我们奥运再见。